美日双方举行外长、防长会谈之后，就开始污蔑和抹黑中国，渲染中国核威胁。中国绝不惯者再次严厉回应。随着这些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提升，美国由于嫉妒深陷冷战思维无法自拔，时不时就打着一些幌子来造谣和抹黑中国，比如渲染中国核威胁。虽然作为一个核武大国，中国的核力量不容小觑，但中国一向向往和平，绝对不会主动给别的国家造成威胁，反倒是美国喜欢用霸权主义威慑别国。更何况中方早就有言在先，我们的核力量只会维持在自卫的最低水平，绝不会超过这个范围。可即便这样，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言行还是越来越多。这一次，美日又公开渲染中国核威胁了。据环球时报报道，美日双方的外长、防长在举行会谈以后，发表了联合声明，表示将共同关注中国加速进行核武库扩张的事情。美日要求中方将核武数量透明化。对于这种颠倒黑白、罔顾事实的造谣，中方发出了严正回应。美日的联合声明完全是在混淆视听，炒作中国核威胁，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军事松绑的行为罢了。中方坚决反对这种行为，接下来将会跟美日严正交涉。从始至终，中国的核武器都只是为了防御和自卫，这也是5个核大国当中唯一一个敢承诺不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。相反，倒是美国和日本一直深陷冷战思维，搞阵营对抗。那么，美日为什么要反复炒作中国核威胁呢？在分析看来，这可能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美日是想借着抹黑中国的由头，去扩充自己的核武器。第二，美日想用核武器威胁中国，所以在这之前先给中国扣上核威胁的帽子。第三，日本妄想拥有核武器，却找不到正当理由，便和美国一起炒作中国威胁。无论是哪一个原因，都可以看出美日联盟的野心是越来越大了，发展核力量的想法也是越来越明显了。这正好给我们提个醒，要对美日保持警惕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还表示要继续升级核3位一体力量，用核威慑力量去保护盟友。我看保护盟友是假，侵略盟友才是真吧。毕竟欧盟和乌克兰这2个血淋淋的例子摆在眼前，足以证明美国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只要有利可图，照样去吸盟友的血。日本更别说了，一整个墙头草，风往哪儿吹往哪儿倒。最近还在美国耳边吹枕边风，让美国开启核共享。我认为美日在苛责中国核不透明之前，应该先好好审视自己，只有自己做到了，才有资格评价别人，否则这样的行为中方一定会反制到底。